吴彦祖的颜值，加细水长流的真爱，加浪荡不羁的游子，加制服诱惑，你能忍住不看吗？吴彦祖年轻时的肉体几乎能满足所有人的幻想，如同片名《美少年之恋》般，讲的是2个美少年的爱情故事，虽然逼一结尾，但足够浪漫和真挚。当吴彦祖碰上冯德伦，帅哥与帅哥的摩擦会爆出怎样的激情？废话不多说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《美少年之恋》。冯德伦饰演的小亮是个鸭，仗着自身外表出众，毫无负担地勾引男人。在香港街头，小亮一身黑色紧身衣，散发着诱人的芳香，穿着白色西装的男人被他深深吸引，不由得跟在他的身后。小亮对这种事情习以为常，吹起口哨，引着男人来到公厕，懂的都懂。2人完事后，男人对小亮恋恋不舍，装作普通朋友的样子，带着小亮去宾馆，再一次深入交流。小亮很有职业道德，结束后让男人按照行业规定现金结账，收完钱，小亮继续走在街上，散发诱人的芳香。路过橱窗，看着镜中的自己，他骄傲地欣赏起自己的帅气。这一幕引起店里阿坤和小丽的注意，小亮被笑得害羞起来，急忙跑到一边。但阿坤惊艳了他的世界，爱情就在这一瞬间，谁不会对吴彦祖一见钟情呢？小亮忍不住跑回店里，看着店里空无一人，他有些伤心。还好在买烟时看见阿坤和小丽从一旁走过，小亮急忙追上去，他扶着油箱轻咳几声，引起对面2人的注意。小丽对他招招手，邀请他过来坐一坐。小亮有些害羞，又打了声招呼后就加快地离开这里。走在回鸭店的路上，小亮对他们念念不忘。这是第1次有人只对他饱含善意，而不是油腻的欲望。中南湾，这是小亮工作的鸭店，店长正在鼓励员工热情工作，温暖男人，不辞辛劳，多干几次。可惜员工们大多毫无斗志。小亮趴在桌子上想着阿坤的笑，店长很是看好他，希望小亮不要浪费他的漂亮脸蛋儿。这时电话响起，需要1名运动型男现身。店长让本店猛男阿青赶紧出去现身。阿青来到宾馆，房间里客人正在等他，他有些拘谨。阿青已经身经百战，直接脱下衣服，邀请对方深入交流。一场交流过后，客人居然哭了起来，真是个矛盾的男人。他没有再安慰，穿好衣服直接走人。阿青回到住所，躺在小亮的腿上，将这件事告诉了他，而小亮也将今天自己碰见阿坤的事情说出。他认为这是一场浪漫的邂逅，但阿青却耻笑起来。他也曾浪漫过，只是结局被人抛弃。某天，小亮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，似乎是阿坤邀请他见面。他顿时兴奋起来，但他忘记自己和阿坤只是一面之缘。小亮赶紧来到约会地点，很有心机的选择一个光线充足的地方，摆好姿势，企图给阿坤留下好印象。但来者是个戴红头巾的陌生男子。小亮很疑惑，男子拿出一张报纸，上面刊登着小亮全程寻找阿坤。小亮生气极了，来到中南湾，找幕后黑手阿青的麻烦。2人产生争执，小亮认为这是私事，怎么能公之于众？但阿青却毫不在意。这时有客人上门，小亮被派去接待。客人是个膘肥体圆的大老板，十分油腻。2人初次见面，他就伸出咸猪手，但小亮却毫无干劲。他还想着阿坤。他的电话响起，准备离开这里，老板的2个保镖将他押回屋中，并给他几拳，要他老实点。老板毫不客气地压了上去，最后以小亮浑身沾满汗水，虚弱地躺在床上为结束。小亮收拾一番后离开这里。他在街上买水，碰见了正在上班的阿坤。阿坤是名警察，
他穿着警察制服，让小亮看得离不开眼。吴彦祖荧幕经典的制服诱惑就出自这里。阿坤主动约小亮下班后见面，或许这就是缘分。他们在这一天再次相识，一起去吃云吞面，成为了朋友。小亮隐藏起自己的身份，逐渐深入阿坤的生活中，甚至多次来到阿坤家做客。吴彦祖做的饭谁不想吃？某天晚饭后，阿坤带着小亮来到天台，他总是来这里诉说烦恼。这一次，小亮成为了倾听者，但阿坤隐瞒着自己的过去。与阿坤告别后，他来到中南湾工作，虽然在阿坤前装作正经的样子，但私下依旧潇洒如前。这几晚，客人们不再痴迷小亮的诱惑，小亮的业绩直线下滑，他有些生气，带着阿青等人去酒吧消遣。在酒吧，小亮看见了那天陪在阿坤旁边的女人小丽。小丽是个美丽的女人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她美得耀眼。小亮来到她的身旁，不留余力地引诱着她，但小丽却选择跟另一个女人走。或许小亮真的很帅，但还没有达到掰直小丽的那种程度。小亮离开酒吧，恍惚地走在街道上。自从与阿坤深交后，他身上引诱人的魅力逐渐消失，也不像之前那般无情的流浪花丛中不沾片叶。小亮压抑不住对阿坤的思念，给他打电话约出来见面。两人在昏暗的街道上相见，阿坤穿着警察服，他还没有下班，但只要小亮找他，他随时有空。两人漫步在这里，小亮已经被阿坤驯服，再也离不开他，再也无法流浪花丛。某天，小亮陪阿坤买菜，小亮碰见之前的客人，客人想约他玩玩，小亮顾及着阿坤，赶紧将他忽悠走。阿坤买完菜，带着小亮回家，两人就像老夫老妻般做饭吃饭。吃完饭，阿坤和父亲出门上班，母亲忍不住向小亮说起阿坤的事，他很担心儿子过于正经，心理出现问题。而在另一边，阿坤在上班时碰见了阿青，他试图保持距离，但阿青却十分热情。两人有过一段往事，几年前阿青还不是鸭，是一名正经的文员，而阿坤是新入职的同事。两人坐在一起办公，一段时间后，两人关系逐渐交好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玩耍。阿青不由自主地爱上阿坤，甚至幻想自己是祝英台，而阿坤是梁山伯，两人相爱相惜。某天，阿青决定表白心意，邀请阿坤来家坐坐。两人在那一晚达成生命的和谐，但阿坤碰见了另一个男人 K 是个不出名的歌手，潇洒而又自由。阿坤被他深深吸引，忍不住走进 K 的世界。在某天，两人抵达生命的和谐，甚至忍不住在浴室沉沦。就这样，阿坤爱上了 K， 忽视了阿青的爱。某天，两人厮混，一个电话打来，通知 K 还欠款。 K 毫不在意，但阿坤却记住了。阿坤一直被教育遵纪守法，开始为 K 的欠款奔波。被爱的人总是会找爱他的人寻求帮助，阿坤就找到阿青借钱，他要的钱是一笔巨款，阿青便选择当鸭挣钱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见识过娱乐圈繁华的人，终究忍不住沉沦进去。 K 就是如此，他的欠款越来越多，阿坤一筹莫展。在逛街的途中，被人忽悠拍露骨写真集，为了钱，他选择接受，并多次主动上门拍摄。后来 K 成为知名歌手，大街小巷贴满了他的广告，并选择与阿坤分手。不是一类人，终究无法相容。这就是他们的故事。小亮一无所知。镜头回到现在，某天晚上，小亮睡不着，来到阿坤的家中。他以为两人会做点什么，但古板的阿坤睡在沙发上，就连小亮主动勾引他都没有反应。
小亮开始苦恼，阿坤是否爱自己？阿坤为什么不让他了解过去？他在山间散步吸烟，思考着自己跟阿坤的未来。这时 K 开车而过，苦恼中的小亮决定跟他玩玩。风流过后，小亮内心忍不住产生欺骗感，欺骗自我，又欺骗阿坤。他决定把话说清楚。某次跟阿坤打沙滩排球，小亮不小心受伤了，阿坤扶着他回家休息，家里还住着阿青。阿坤再次与阿青相见，两人静默无言。小亮看见两人的眼神，就已经明白他们有过故事。阿坤选择逃避，小亮赶紧追上去，质问阿坤爱不爱他。长久的相处，阿坤早已深爱上小亮，只是不知如何表达。嘴笨的他承受着阿坤的质问，并选择与阿坤共赴玉海。两人在床上亲吻着，但还没进行到一半，阿坤的父亲回来了。他们的事情被父亲发现，一直是乖孩子的阿坤无法接受自己给父亲带来巨大痛苦。思考过后，选择跳楼，用自身的消亡结束父亲的痛苦。他不明白为什么爱上别人会给自己最爱的人带来伤害。在他死后，小亮更加沉迷于人间花丛，用迷醉掩盖伤心。他不知道为什么阿坤要离开自己，难道他做错过什么？某天下午，小丽将阿坤写的信递给他，那是阿坤死前写的最后一封信。在信中，阿坤表明了自己的心意，他爱小亮，在乎小亮的一切。小亮抱着信，无法言说的悲伤向他袭来。小亮在这一晚睡得很好，因为他知道有人曾在乎过他，有人曾爱过他。在梦中，阿坤穿着警服，微笑着向他告别，然后转身走进黑夜。全篇完。电影算是残酷的社会卑微写影，虽然以悲剧收尾，却能让人牢记当中的青春和美好。故事结构如散文一般，淡雅细长，与林青霞的旁白相呼应。平淡的叙事让这份情绪积压在观众的心中，无法散去。希望大家能爱你所爱，不畏流言。爱情从来都与性别无关，要相信任何一种爱情存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它的意义。